女孩一个抬头，发现有人要跳楼，还没等她来得及反应呢，这人就头朝下跳了下来，甚至路过女孩时还诡异的露出了笑容，随后吧唧一声掉落在了女孩跟前。女孩顿时被吓得嗷嗷叫啊！谁知在同事安慰她时，女孩突然想起前2天自己收到过一张被人涂鸦过的报纸，上面的涂鸦画不就是现在跳楼的场景吗？女孩顿时感到一阵头皮发麻，她立刻回到家开始翻箱倒柜，因为在此之前她还收到过这样一张涂鸦报纸，而这张报纸上画的是某处发生爆炸导致多人死亡。果然，女孩经过上网搜查，真的搜索到了这条爆炸的相关新闻。这么说，这报纸能预知人的死亡啊！松姐彻底吓怂了。男同事一看，你这么害怕，今晚我来陪你吧。而午夜12点，熟睡的松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，松姐的小心脏差点没跳了。她试图叫醒坐在沙发上打瞌睡的男同事，可男同事就像昏迷一样，怎么都叫不醒，甚至还觉得不刺激，翻了个白眼给松姐看。松姐吓得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。可就在此时，越来越大的敲门声吸引了松姐的注意，渐渐的，松姐恐惧的心情慢慢转变成了好奇。她好奇的想要知道门外是谁，于是凑到猫眼偷看外面的情况，谁知下一秒，幸好松姐躲得快呀，不然眼珠子不保啊！可紧接着，松姐又是一身汗的躺在床上，这一模样一看就是做噩梦呀。松姐被叫醒之后，想要喝口水缓缓，结果刚走了2步，脚下又踩到了一张恐怖报纸。他捡起来一看，我操！这次预知死亡的人竟然是他的父亲松爸。松爸的名字被预知，导致松姐很激动。他将恐怖报纸拿给男同事看，可这玩意儿在对方眼里就是一张白纸啊！松姐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一场诅咒啊！第2天，不放心的松姐立刻回了家，她将恐怖报纸拿给松爸看，可他显然忘了，这报纸在除他之外的人眼里完全就是空白的。松爸很生气，觉得女儿管天管地，居然还管起你老爹了啊！你不让我出门是吧？我偏出去。果然，就在松姐观察报纸，苦想松爸会如何死的时候，却发现他去寺庙了。松姐很紧张，直接跑去了寺庙，2条腿跑得直冒火星子呀！终于在寺庙门口看到了安然无恙的松爸。松爸有点意外松姐的到来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旁疾驰而来的火车。不得不说呀，这父女俩的小腿倒腾都挺快，这车都到了眼巴前了，愣是没撞到。松姐也是吓得松了一大口气，原以为是自己的及时提醒让松爸躲过了死亡，殊不知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呢。很快，父女俩走到一处建筑工地前，松爸让松姐先走，自己抽根华子。你说你早不抽晚不抽，偏偏这个时候抽；早不停下晚不停下，偏偏这个时候停下。果然，正在前方走的松姐忽然感觉到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为时已晚呐。松爸的死给松姐带来了很大的冲击，为了走出悲痛，他回到了工作的城市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还是会经常收到恐怖报纸，报纸上的杀人事件也会按时发生。松姐每天过得是浑浑噩噩呀。直到这天，他在工作时无意间碰到了一个看着就很虚弱的男人。虚弱男一见到松姐，情绪就很激动，松姐也害怕呀，转身就开始跑啊。这虚弱男果然很虚啊，松姐一个转身就把他甩到了地上。虚弱男一看这女的挺有劲儿啊，于是扯着嗓子开始喊：“我知道恐怖报纸的事情。”直到此时，恐怖报纸的秘密才正式被揭开了。如果你是日本人，并且收到了这样一封报纸，那么恭喜你又要少活100天了，因为这是张恐怖报纸，不仅能预知别人的死亡，而且接收人每收到一张，寿命就会减少100天。是不是很恐怖啊？但是不要着急啊，毕竟这里是日本，什么奇葩规定没有呢？因此，想要摆脱恐怖报纸的诅咒，就必须要找个接班人，让其在恐怖报纸上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这样就能诅咒转移。但有个前提条件，这个接班人必须要好好选，因为一旦接班人的寿命不长，每2个100天可活，那么诅咒会自动回到上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身强体壮和一看就很精神的人是第一首选。面对这样的选择，相信很多人会选择赶紧出手诅咒，可偏偏松姐不啊，她虽然也想过转移到别人身上，甚至还找到了一个难缠的客户，决定报复他。结果当客户在写自己名字时，松姐看到房间内有他和孩子的合影，松姐心软了，与其去残害别人，她宁愿残害自己。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去拯救被恐怖报纸预知死亡的人。好家伙，可是可 bug 呢！就这样，松姐像个城市之光一样，到处乱窜的救人。这人吧是成功救下来了，松姐也因为救人太频繁，火爆了网络。你以为松姐会得到在全网的称赞吗？恰恰相反呢，松姐被认为是扫把星，因为她出现的地方总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，就连最好的闺蜜都和松姐绝交了。后来越来越多的恐怖报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送到松姐身边，再加上网络暴力，松姐再也撑不住崩溃了。但好在松妈从老家赶过来陪她，在听说女儿的遭遇后，松妈选择相信松姐。可渐渐的，松姐发现，自从松妈来到后，自己就没再收到过恐怖报纸了。果然呢，母亲总是伟大的。原来是松妈将诅咒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松姐这么善良的一个人，连陌生人都会救，怎么可能会眼睁睁看着松妈送死呢？于是又将诅咒转移回了自己身上，并决定继续救人。殊不知，正是一次次的救人，松姐也差不多到嘎的时间了。
女孩站在马路上大喊：“快跑啊！再不跑，一会儿你们就要被雷劈死了！”不料压根没人信呢，而且周围眼光像是看傻子一样盯着她，甚至还有人拍下了视频，方便以后嘲笑她。女孩才不管这些眼光，仍然大喊着：“快跑啊！要打雷了！”周围的人笑得更厉害了，这晴空万里的，哪里像要打雷的样子？然而就在众人呲着大牙嘲笑女孩时，天空突然雷声大作，吓了众人一跳。很快，在怂姐的呼吁下，众人如鼠窜一样躲进墙角。紧接着，一道响炸天的雷劈在了地面上。怂姐看着恐怖报纸上的死亡人数变成了0以后，转身就走了。这可真是事了非去，深藏功与名啊！可很显然，怂姐这种行为在大众眼里并没有功与名，反而是扫把星一样的存在。如果你不去，说不定就不会打雷呢。而且，怂姐是怎么知道会打雷的呢？一时间，铺天盖地的网暴声再次席卷而来，可怂姐被网暴多了不在乎呀。就这样，随着恐怖报纸越来越多，怂姐急速衰老，没多久就在母亲的陪伴下咽气了。可没想到怂姐死后竟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还见到了一个白衣男。白衣男自称是送报人，是他将恐怖报纸送到怂姐面前的。而现在怂姐死了，面前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转世投胎，到时候会继续被诅咒纠缠；第二，和白衣男一样成为恐怖报纸的送报人。可如果违反送报规定，就会受到恐怖惩罚，而且这样白衣男就能从诅咒中解放，转世投胎了。咱就是说啊，怂姐是个好人呐，他选择成为送报人，让白衣男去转世投胎。于是就这样，怂姐开始了送报工作。可日复一日的间接杀人，渐渐的怂姐的心里开始麻木了。看惯了恐怖报纸上的人死去，她内心的善良开始被机械麻木取代。然而就在怂姐彻底失去理智之前，下一个接受报纸的人竟然是怂姐曾经救过的一个女孩。女孩不愿意接受诅咒，哭着请求怂姐放她一命。而在女孩的哭声和请求中，怂姐的意识逐渐回笼，她缓缓流下了眼泪，并撕碎了恐怖报纸。可这个行为虽然救了女孩，但却违反了送报规定。殊不知，等待怂姐的将是恐怖惩罚。果然，怂姐再次醒来，又回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竟然又看到了白衣男。怂姐惊讶他为何没去投胎，谁知下一秒，白衣男竟然滴滴滴的笑出了声音，随着他摆出诡异的姿势，模样竟然变成了恶魔，然后一把将怂姐彻底拉入了地狱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说实话啊，恐怖报纸这部剧的结局这有点不厚道啊！这怂姐救了这么多人，结果自己下地狱了。但要表扬的是啊，怂姐即使身处黑暗，但仍不愿堕落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。Goodbye, everyone.